这是历史上最阴毒的做局手段。女人入局会主动献出身子，男人入局则会倾家荡产。看完让人真是背后发凉。它就是天下无局中的淫梦戏猴剧，将人性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北宋年间，有个茶商买了座荒山，想种茶得先开荒，可当地的人都太懒了，1个月也没有一个来面试的。茶商把工钱提高到了3倍，这才勉强招到了一些，谁知道却被这一群村民当猴子耍。他们高兴的时候就干2下，不高兴的时候就找地方乘凉，心里想着反正荒山太大了，茶商也没有办法。眼看着错过种茶的季节了，茶商可以说是急得抓耳挠腮。大家看着更像是耍猴，谁知道第2天山上却发生了诡异的一幕。一个村民的锄头下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，旁边的张三睁大眼睛，震惊到是金子。那人飞快地揣进怀里，生怕被人看到。慌什么？什么金子？这就是一块石头。他的动作虽然很快，但还是被茶商看见了，让他交出金子。那个人说什么也不愿意，眼看着就要动起手来。另一个村民也挖到了金子，丢下锄头就往山下跑。这回所有人都看清了，那就是金子。这茶商气的是咬牙切齿，也顾不上追赶，告诉所有的工人不用再挖了，今天的工钱我照付，所有人现在赶快离开。就这样呢，村民们都被赶走了。可是那一抹抹金灿灿的颜色就在村民张三的脑海中是挥之不去。到了当天晚上，他拿着火把，扛着锄头就想偷偷的溜上山。谁知道白天那些工友早就到了，自己倒是来晚了。他们一改往日的懒散，锄头抡得飞起，生怕金子被别人挖走。茶商知道后赶快过来劝阻，可天太黑了，你拦得住这个，也拦不住那个。他急的是直跺脚更像是看猴子。由于太累了，直接昏倒在地，卧床不起。村民知道后更加的肆无忌惮，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连隔壁村子都被他们惊动了。他们不分昼夜的将整座山翻了个底朝天。张三这运气确实不错，一个人就挖到了2块，而邻居家的王二出动了4代人，却连根毛都没有捞着。看张三的眼神就像是带着刀子。本来几个月开不完的荒山，仅仅3天就开了好几遍，很多人也是垂头丧气，再也挖不到金子了。人群散去的时候茶商的病突然就好了，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这时张三才猛然的惊醒，这些金子分别就是茶商提前买好的，为了就是让人心甘情愿的帮他开荒。本来要1个月才能干完的活，现在3天就被干完了。张三觉得自己的智商狠狠的被秀了一把，但自己呢，毕竟还是挖到了2块金子。王二家出动太爷爷帮忙，连根毛都没有挖到。想到这里张三的气消了一大半。可张三本以为茶商做的这个局已经够损了，然而真正邪恶的部分才刚刚开始。第2天一大早，张三就被几个官差五花大绑的押到了衙门。原来是被茶商给告了，说他们擅闯私人山林偷盗金子。县太爷一拍惊怒直接的怒斥道：“大胆刁民，你可知罪？”此时外面挤满了没有挖到金子的村民，全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。听到宣判张三罪行的时候，更加的兴奋，在心里都说他活该。这个时候张三却不太担心，因为那天上山人太多，天又黑，他死不承认，不可能查到他的头上。可谁知这时在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身影，这个人呢正是王二。他恶毒的看了张三一眼，说道：“我是亲眼所见，他挖到了2块。”而另一个村民上前说：“没错，我也看见了。”此时堂外挤满了没有挖到金子的村民，全都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。张三心里痛骂了这些人，但还是不情不愿地交出了金子。谁知道茶商接过后当场把金子切开，没有想到他外边是金，里面却是铜。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才是那个被人耍的猴子，立刻就要用刑。可张三赶快反驳说道：“我挖到的都是假的。”茶商立马反应过来，假的你能挖3天？此时张三真是百口莫辩，如果拿不出真的金子就得坐牢，可哪里能还得起那么多钱呢？所以只能签下卖身契打工抵债。后来村子里挖到金子的人一个也没有跑掉，纷纷签下了卖身契。茶商这一顿鬼斧神工的操作，不仅免费的开荒了，还获得一大批奴隶。生意后来也是越做越好，还将村民的债务可以说免了一大半。为了运茶，他修了桥，铺了路，间接的方便了村民，因此大家都称赞他为大善人，早就忘了当初骗他们上山开荒的事了。本以为这个尖嘴猴腮的茶商是猴子，没有想到猴子竟然是他们自己。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不是金钱，不是权力，而是一种思维方式。如果你总是感觉自己很老实，没有什么心眼，遇到事情呢不知道怎么巧妙的去处理，我建议你熬夜也要看完这本《天下武曲》。当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你就会惊出一身冷汗，你就会发现之前那是在裸奔，是凭着一股热情，凭着勤奋去做事。很多时候不是你有多笨，只是你没有借助前人的智慧。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本策略棋，它更是一套方法论。书里面全是教人的手段和方法，教你怎么跳出局势去看问题。
怎么突破自己的认知范围，怎么走出困境。他教你如何用反面的思维去思考事物，快速的找到捷径，用你的手段来达到目的，这才是教你为人处事、安身立命的真正策略。教你如何运筹帷幄之中能决胜千里之外。这本书满满的都是教人做人做事的方法，这是一部能够培养我们策略思维跟控局能力的好书。山东有一个治愈几千病人的中医，从来没有出过医疗事故，居然被判刑了。其原因是这位中医所开的药被定义为假药。这里究竟有什么玄机呢？根据全网公开的资料是这样的：被判刑的老中医名字叫做侯元祥，他是青岛当地有名的老中医。他们家从事了中医6代，传承下来很多简便的中医药方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名字叫侯静，也是中医学专业的，每一天都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患者上门来求诊。侯静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再结合祖传的秘方，把西医所说不可逆的疾病用很廉价的几十块钱的中药就给治好了，治疗了上千人，几乎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。但是接下来的一场意外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。而正是因为这些中药药剂申办的手续太过于繁琐了，许可证一直没有办下来，因此就被认定为假药。侯静在一审被判处11年的有期徒刑，侯云祥被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。他们只有一个9岁的孙子得以幸免。尽管被这些妇女帮助过的人写联名的起源信，很多人都按了手印，想为侯家证明那些药真的不是假药，但是都阻挡不了一审的判决审理，也阻挡不了一审法官对民间中医异乎寻常的仇视，简直是让人不寒而栗。这个结果也让全国的中医都失去了信心和希望。但是好消息也随之而来，中央专案组因为种种原因将一审判决撤销。这个消息无疑是让关注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并且在这背后，曾经有一个自称背景雄厚的女士曾找到侯元祥，开口1000万想要买断他们家的中医配方。这配方一旦要是被买断，侯氏妇女就再也不能用了。但是侯元祥也知道以后病人如果想要再用到他这个方子，可能价格就从几十几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了。不想让自己家祖传的中医配方被资本所截取，所以侯老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位女士。没想到这位女士她恼羞成怒，还威胁说，如果不卖我，你们就等着进监狱吧。果不其然不到1个月，侯家就被指认购卖假药的罪名被捕入狱。这其中的前因后果可想而知，是因为什么？我们是5000年的泱泱大国，至少有4500年是依靠中医支撑的。如果没有中医，我们怎么能做到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断层的文明？再回到2012年，在四川成都修建地铁3号线，意外发现了神医扁鹊的墓葬。经过多位医学、考古等领域顶尖的专家，经过10年漫长的翻译和验证的工作，最终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编写成了一本特效处方大全。然而在刚要出版的时候，日本又多次试图高价买断这本书，而幸运的是，这本书的作者李教授坚决地拒绝了，决定公开出版，让所有老百姓都能有机会阅读到这本书里的珍贵内容。这本书它经过不同的类目进行了分类，并且详细的标注了用法和用量等信息。无论是遇到哪种不适我们都可以像查字典一样找到对应的方法。然而我们再回头看青岛中医侯氏妇女的案件，还是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的担忧。虽然一审已经被撤销了，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没有出来。我们的心就是放不下。背后的出价1000万的女士，如果以这种方式对侯氏妇女进行打击和报复，难道就构不成道德的雪耻吗？如果让这位女士目的得逞，我们看病的价格岂不是要翻上100倍以上呢？如果这个案子不是在网络舆论上大火，那么会得到最高法的介入和支持吗？